小红书反向出海，这次又是谁尴尬了？上周五，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倾向维持对 TikTok 在该国的禁令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字节跳动在1月19日之前不出售或剥离 TikTok 的美国资产，那么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。在 TikTok 的生死关头，美国用户们可坐不住了。不过，令人诧异的是，他们并没有选择 Instagram Reels 和 YouTube Shorts 的美国平台，而是涌进了来自中国的另一个社交平台及小红书。自周一开始，小红书在 iPhone 美国区应用下载榜单上的排名不断攀升，目前已超过由 TikTok 支持的社区应用程序来门吧，排名第一。此外，截至1月14日，小红书平台上 TikTok Reviews TikTok 难民和 TikTok ban TikTok 禁令两个话题的总浏览量已超过了2亿次。面对这股突如其来的 TikTok 难民潮，中国用户的反应可谓是十分有趣。一开始大家都被满屏的英文和美国 IP 惊到了，不少人还以为小红书后台出了故障，但很快弄清状况后的中国网友瞬间从惊讶转为了热情，纷纷开始了各种 welcome， 在宠物作业、美食、旅游等话题交流上逐步深入，甚至搞起了对账模式，把两边家底都抖出来了。多年来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工资、高福利一直是众多公司宣传的内容。美国的各类影视作品也在不断潜移默化这一概念。美国洗碗3个月就能买别墅的言论在中国大有市场。现在中国网民最好奇的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。美国网友也不藏着掖着，主打一个有啥说啥，税前税后都给你整清楚了。随着美国网友的介绍，美国刷碗3个月买别墅的谣言终于不攻自破。而在中国网友安慰美国网友，至少你们工作轻松时，没想到连这也让美国网友破防了。纷纷表示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得到的信息。据美国网友的表述，他们同样一周至少工作40个小时，大多数人都是租房生活。交流完工作时间、公司收入后，中美网友又就医疗问题进行了交流。美国的免费医疗它不香吗？没想到美国网友的一番吐槽让中国网民大开眼界。据美国网友介绍了个人经历，有人在医院生小孩花费了7万美元，有人使用过一次救护车欠了3000美元，有人急诊挂号花费1300美元后，医生告诉他只是轻微脑震荡，可以治愈，不用吃药。根据网友的总结，中美两国网友通过交流，改变了印象中对方工作时长、工资、收入、医疗服务、大学、教育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了解，见到美国的真实情况在中国现了原形。作为美国舆论宣传的机器，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坐不住了。先是谎话连篇的 CNN 口口声声表示小红书与中国政府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，紧接着美国媒体彭博社又发文称，美国人注册小红书正中了中国人的下怀。表面上看好像可以通过小红书与中国人交流，但实际上中国正通过这种方式窃取美国人的隐私。拜托，当初举 TikTok 定罪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么说的。CNN 彭博社这种为了抹黑而抹黑的低劣手段，不需要我们反驳，美国网友自己就看不下去了。看看美国网友在小红书上的反讽发文，你们制裁 TikTok 的理由不是所谓的 TikTok 威胁，认美国国家安全以及 TikTok 上都是中国间谍吗？那么我现在就是要去小红书上找中国间谍，并且我还要多多结识更多的中国间谍朋友。美国政府打压抢劫 TikTok 时所宣称的中国间谍，已然成为美国网友用以讽刺、谴责美国政府的网络热梗了。还是奉劝美国，与其对小红书开启新一轮的抹黑诋毁，倒不如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美国本土的 Instagram Reels 和 YouTube Shorts 短视频平台始终不能如愿以偿替代 TikTok？ 为什么在 TikTok 被美国政府打压时，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个以生活内容为主的中文社交平台？归根结底，对美国政府而言，这恰恰是一场智商闹剧。当初的拜登政府不顾美国民众的声音，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，执意要对 TikTok 进行束之围剿，这不仅刺痛了 1.7 亿美国用户的神经，更将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互联网自由推向了极为尴尬和讽刺的境地。曾几何时，为了赢得大选，拜登竞选团队还恬不知耻地开通 TikTok 账户以获得年轻人的支持，但赢了大选之后，却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撕下自由倡导者的面具，现出铁幕制造者的原型。这种龌龊实在是打脸。现在的美国政府仍然充斥着冷战思维，大搞保护主义、霸权主义，其在数字时代竖起了一道道无形的高墙，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言论管控之实。这也难怪近年来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感持续走低。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仅 22% 美国民众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， 55% 受访者怀疑司法系统公正性。就像一位美国 TikTok 难民在小红书控诉的那样，美国政府封杀 TikTok 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为了国家安全，他们只是为了控制媒体。我是第一个，等我有了弟弟妹妹，那帮小王八蛋一个个出来之后，我要保住我的地位啊，各种讨好大人，而且我是老人带大的孩子，我太会讨好别人了，完全看不出来啊！伺候局，我看是今天你能撅谁就撅谁。不是因为我发现他很在这个行动上
很在意的，他只是嘴上很多人认为他得，你看跟他好的人都没有这种感受，就不在乎他嘴上怎么说，就不往心里去。他最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一个生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一个空间，他这种表述方式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，所以有些人就会怀恨在心。是的，而且我特别能触怒这些不自信的人，因为其实我也说真话，我也不太在乎他们，而且我特别想，就是干干净净，我就这帮朋友，我好好讨好他们就行了。我真是个伺候别人的人，但是就是其他人，我的朋友名单已然满额，精力有限。狮子座吧，狮子座吧，你看他是女狮子，我是男狮子，男女真不一样，赶紧来一个星座专家。但是这种伺候人特别不讨好啊，有很多人也不觉得在被不，其实我想讨好的人，他们会知道我在讨好他们，比如说马先生。他一定知道我在讨好他，我们一块儿吃饭一定是我端茶递水，他要跟我单喝单一麦芽，马还得说单一，我得去整单一麦芽。对，所以说啊，这个你跟什么人在一块儿，这其实直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。哎，包括这个工作质量，对吧？当然，咱说这都是高层次的、高情商的哈。不，咱们感兴趣的还是比较这个低层次的，就是说像柯蓝，不是柯蓝，低层次我成了低层次的代表人物了。不是，柯蓝，我特愿意成为低层次的代表人物。你层次一点都不低，但是呢，我情商低，你呀，智商更低。你有一次接受采访说的话呢，很多这个网友啊有共鸣，因为这跟他们在职场里的这个一些体验呢，或者说他们这个困扰啊能相关。为什么呢？就原来柯蓝这不是我们同事嘛，都是电视台凤凰的那个主持人。后来呢，我们不敢出去啊，他敢，他跑了，对吧？后来呢，他有一次接受采访，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觉得当主持人呢，碰见的人呢，有点怎么说呢？你原话怎么说的？就是我经常碰见一些就睁着眼睛说假话，我还必须得捧着他，忽悠着他，然后忽悠着观众做这样的工作，我干够了，我不愿意跟这帮人打交道。说的太好了，我也是特烦这种事儿。你要不知道也就罢了，你明知道你内心很痛苦，对，是这种。那行，这个我就喜欢干这个。不是，你要钱，我不要钱，因为我原来当过主持人，当过半年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，还访过我一回。对。他那半年访过我，对，然后但是马老师算是里面最靠谱的，也访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那种，一看就是感想如何？骗子的人，就是捧着呀。他说他的就是什么，真的有人说自己这个100年后自己的能和梵高齐名之类的，那这种怎么反应啊？我作为主持人就是沉默鼓掌，内心给他鼓掌，就你也没法驳他，怎么办？一般有经验的人会怎么办啊？我呀，你遇到这种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就是这个《红楼梦》里那个贾宝玉就说什么呢？有句话叫“惯于做小伏低的性”，我觉得呀，这挺逗的。你比如说，换一个角度，觉得他可爱。不是好多人呢，就是说我那个激发对方说蠢话嘛，经常装傻，说装无知是吧？其实我心里说，装无知总比装有知强啊，对吧？而且是真无知。我是说呀，哎。这个人跟人说话呀，你弱他就强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得敏感地感触到这个东西。你比如说啊，我自己感觉，就中国古代文化里讲一种叫守拙、藏拙，挺有道理的。你比如咱们这一桌人吃饭，你发现没有？要来一个喷子，特能砍的。人家有些真的很有水平的人呐，或者是什么，一有个说话强势的，你就把别人抑制了。别人自然就少说话，那就听你说吧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你也得装着傻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哎呦，你发现人的心里他嘚瑟，你知道吗？甚至有的时候，哎，有人就说你就是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其实主持人有什么观点呢？就是你说左我就说右，你说右我说左。但是你发现人在这个时候啊，你观察人有意思，我就觉得我把他伺候舒服了。你比如说，他要是这个非常自信，你就让他更自信，是吗？100年之后您就是梵高啊！天，那您的艺术主张是什么呀？这个人，哎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，他就彻底喷了。对，他能表现的
最达到他人生的巅峰。他真是个好主持人，他的确是他有这个情商。他比较会聊天，是聊天是一很难的事。这个又拿我打岔了。这绝对是艺术家。尤其主持人聊天是个很难的事。做一锵锵三人行，我原来做节目一要崩溃啊，我没办法，我又不能拜佛去，我就想。窦文涛，找了一遍点的，他都4000多集，他都没崩溃，我这好几百集早着呢。我真的录节目综合症，绝对从内心不高兴，就突然就觉得马上要录节目了，然后心里就开始低落。我特别明白，对，是吧？然后想到明天这几个人要跟他们聊天，然后呢，这节目一说今儿完了，而且是这个月的任务都完了，一下就特高兴，马上内心就高兴。所以我就差吃那个抗抑郁的药了。百忧解有吗？百忧解，对，太就是说不上来的那种，就是你又必须上去，你没有办法，就等于说所有人都在舞台底下坐好了，该你上场了，你这会儿打退堂鼓也不可能，就咬着牙上去。其实上去就好了。上去也就没事了，但是还是心里不愉快。而且另外有一点吧，就是来者皆是客，你必须要有这个职业操守，就是你得捧着人家说话。就像文涛说，哎，你说的对，哎呦，说说你的艺术主张吧什么的，其实心里想说，什么主张？16个字都骂出来了，恨不得所有就是康熙字典里能骂人都得去查一查。还真不是你看啊，你就这就是个性。不是你说你是有主见的人，你心里会对人啊有这个判断。我呢就发现呢，我要是听一个人说话，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有点像一个谁啊，那个阿成老师曾经说啊，他说看书啊。第一遍他就叫速读，他说你看这第一遍的时候啊，心里没有任何成见，就是说你就真的就是看看他怎么说。我有时候是什么呢？我要觉得你说的不靠谱啊，是咱们完成了之后，我回头想想都胡说八道。但是呢，说实在的，我在当时听的时候啊，我好有兴趣。你特可爱。这我就觉得，真是特就是我你就真得变个小孩一样，你就哎呀，你就具备了专业的陪人聊天主持人的素质，真的，对，这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。我要是不愿意听了，包括在你的节目里，我看过观众写的信啊，就是那个写那个回帖啊，说一看马老师就快翻脸了，就是因为我对面有的人说的话不贴谱嘛，我又不愿意吵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原来这个其实做节目吵起来是最好看。你要咱们4个人吵不了架，因为你们都太漂亮了，我就不好意思。会聊天，说说您的艺术主张。他这个有时候是节目吵起来好看，如果他是一个就锵锵三人行，他祖宗。我们2个人，我曾经跟一个人做节目，那是好多年前呢。那主持人说做节目是这样的，这节目不是太真啊，有点接人口谈，有点假。对，你们俩呢，观点不能一致了。我说我明白，我就跟对面那个人说，我说你先说，你不管怎么说，我都会呛着你说。我说我不是对着你，是为了节目。说好，然后他就开始那天谈论爱情，很有意思。然后那人上来就抛出一观点，就说爱情一定是双方的嘛。是吧？双方才是爱情，什么说了一大套，没说一样嘛？不是你听着，我马上上来，我说那不一定，我说我单恋着邻家女孩，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，对不对？这是单方的嘛，跟他没关系啊。然后人家愣着我看看，说吼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光这节目没那个主持人说停，这节目怎么往下录？你们俩会睡一边啊？然后我说我是呛着他来说来着，对吧？这对方那个人没有经验，他不会坚持自个儿的观点。他突然说你对，这就是这个节目中那都是好人，不坚持自己的观点。对，其实我现在觉得啊，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奇心，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对他有好奇。你刚才说了要保持一个好奇心，你知道保持一个好奇心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。这事我不好奇，我一点都不好奇，你凭什么让我好奇？对不对？你那好奇心。你不管你是装的还是干什么，你让别人感觉是真的，我看得见。咱俩做节目没少做，你有时候就是那好奇心就是装的。还有一点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就是一种，这叫的确也是爱情，这叫职业，对，这叫职业的好奇心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说，说得好，说得高级了。比如说，咱们要去做这节目之前，我一点都不想去。
但只要坐那儿了，柯蓝坐对面了，哎，你说什么我都特想知道。我现在要说一下，他是真的。这节目的类型啊也是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是有话题性的，你明明知道你平时在装，但是话题能够暴露它，所以这个节目你主持起来比较有趣。比如说像我们这种1对1的这个主持的话，他那些官话套话说了1万遍，他这次又来跟着我说了，这真的是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。对，咱们就别互相吹捧。但我是说，本来是说柯蓝的这个事儿啊，他提起来的一个话题啊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有时候经常在工作当中啊，跟你合作的人当中啊，有没有让你不能忍受的事儿？比方说，甚至有人说，就说这个猪队友啊，你完全不能接受他，哎，你该怎么办？你比如像马爷这个，他或者说是我就是管事儿的，是吧？我可以炒了你，或者说呢，我像柯蓝这样的，是吧？这个姐姐不伺候了，走了。但是呢，大部分人，我现在就发现网上啊，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是不是经常有说，就是我碰见我这同事这么傻，这么蠢。但是我又不能摆脱他，我该怎么办？就我觉得好多人其实他们就是预设别人是蠢的，我觉得这点本身其实就挺愚蠢的呀。就你怎么知道这个你在别人眼中不是猪队友呢？所以我觉得问出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本身就没有反省能力吧。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猪队友，我在职场上绝对是猪队友。什么地方？非常不负责任。什么地方表现出你是猪队友？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，我本来不太愿意做，然后呢，我也是出于讨好，我就好啊，没问题，答应下来，然后结果最后就变成鸵鸟，就躲着联系不上我，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别人肯定骂死我了。对啊，我就是猪队友啊！你这种立场还是属于这个人道主义立场，不负责任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就说这个不靠谱的，那是超出你的预料。你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想马爷应该碰见过吧？就是说，好比，曾经有个公司啊，你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司机，这个兼助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总有你不能忍受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甚至我怀疑人是不平等的，某些人天生也许是不是有点，你比如说哈，给我安排这个司机兼助理，好，开我的车，第一天修车修了8000块钱，就是胡同后边有一个起来了杠子，他第一次开动过车，咣叽撞了后边了，这无所谓啊。我跟你说，奇葩的是什么？他给我开了1年的车。一共开了1年的车，然后呢，有一次快过春节了，我老家回石家庄呢，就他开着车回石家庄，然后回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像真碰见一个什么日子，北京那个设卡要查，大概就是在那个六环外的查，然后呢，就给这哥们儿一看前面是警察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哎呦，我没带驾照，哇，驾照，我说你跟我开车去石家庄住了1天，回北京你更没带驾照，你是我的这个司机啊，我没带驾照。好，那怎么办？他说你带驾照了吗？我说我带驾照了。他说咱们赶快换一下。你知道他那警察就在前面100米处啊，我正往前，我在后座，我正往前爬呢，但是那车快到跟前了，然后那警察还看见我了，说哟，豆哥，我正来，赶快坐回去啊，对吧？这没办法，当然你那么也不对啊，说这个，但是警察说一查就是说，你怎么着？没带驾照。一开始呢，这个警察呢还安慰我，就是说，说那个豆哥没事，这个罚了该罚的款，对吧？你这个以后注意就行了。说你让他跟我进小屋去一趟。后来进小屋半天没出来啊。过了一会儿呢，他没出来，警察出来了，说豆哥这个我们不能让他走啊。说怎么了？他说我们在电脑上一查呀，他这个驾照啊，1年半以前就被吊销了，他一直就没补办。他给我开了1年的车，你瞒着你，压根不知道。他不是瞒着我，他不知道被吊销，他就是世界上他不可能被吊销，你肯定是知道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世界上就真有这种糊涂人，就是你任何一天问他身份证或者是什么驾照或者是信用卡，肯定有一样是属于丢失的状态，就这么一人。然后好，最后你这怎么办啊？就麻烦了，就是说这警察这训斥一顿，说这本来我们就要把人留下的，说你绝对不能够这样的哈。好，
因为他给我开了很长时间车，我去的有些地方啊，只有他认路。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给他开了2个月的车，就是因为只有他认路，所以呢，我该这，他在后座坐着，这个往左拐，往右拐，啊，我说我是你们的助理行吗？你是我的助理。哎，你们碰见过没有？他们说这双做猪队友，真有这样的人，有些人就糊涂到啊。丢三落四，粗心大意，能到惊人的程度，你们没碰见过吗？我其实刚才说那个方舟，对，这种人很多。方舟刚才说呀，就预设别人是蠢人的人，这是谁的预设？这个人是我，而且我为此付出代价。我觉得所有的我刚才说的这个蠢人和猪队友吧，我们会为自己的言论要付出代价。我说的蠢人是什么人？就是完全在装聪明。觉得他那些小聪明别人看不到，我能骗你一下，我能糊弄你一下，其实我对方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蠢人，而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笨。真的就是笨，有的时候你根本就避无可避，它是人生当中真的是一个课题。真的对，怎么解这个课题？你碰到这样的猪队友，你想避开是吗？行，你避开，会有避开之后你要承担的责任。你若不避开，就像你碰上了，你也要负担之后为他开车2个月，就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要付出代价。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，我认为是猪队友，行，我走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主持人了，我去当演员了，非常低的片酬，从头开始，劳动妇女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就开始干活了，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。而今时今日，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，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？不可能。对，那最容易碰到，对，最容易碰到。这无所不在，而且讲讲有什么奇葩？有什么奇葩？各种奇葩都有，一堆业余人都有。而且现在你要知道，有一些演员的片酬特别高，但是基础的工作人员工资一点都没改变。对。而且他们是最辛苦的，每天他们工作起码14个小时，演员可能工作12个小时。14个小时的工作人员，而且这个行是没有门槛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挣这个包吃包住3000、4000块钱1个月，我永远都在换。所以道具组、服装组或者什么，永远都是换新人，他没有责任感。比如说导演说把你炒鱿鱼炒了，得接戏的事儿谁来负责？一片混乱。所以你就逼着你现在演员还得记着接戏的服装，或者怎么着都得你干呀。而且如果碰见一些什么这种演员，如果不是非常的职业，那不是你也得承受着吗？这不就是猪队友吗？甚至一些导演都非常的不专业，业余的一塌糊涂。导演业余能业余出什么幺蛾子来？当然可以，灯光、摄影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就是摄影老大说了算。他怎么想怎么玩就是怎么一回事儿啊？这戏是摄影决定的，是吧？对呀，我最后那个剪接我也不会，什么都不会，我就是可以吃吃喝喝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但是我挂一导演的名儿，这不是大有人在。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现场你是导演，我还是得尊重你是导演，但我可以不搭理你，我不跟你发生冲突，然后做好你自己本职工作，掉头就走。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方法，跟原来不太一样。影视剧这个行业发展太快，那不懂专业的人有的是，太多了，而且还装呢。越是不懂的，越是说自己怎么着怎么着。我碰到一个演员啊，他就跟我说具体的事儿，他说他拍戏，突然说导演还没喊停，摄影喊停，说停什么呀？说焦距老不实，说焦距为什么不实？因为后面是白墙。然后呢，然后这摄影就提一招说，赶紧给我挂张画，挂张画，这不焦距就实了吗？人说这戏都拍一半了，突然墙上多一张画，就这样，对，什么人都有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这个，我前一阵就说那什么小鲜肉演戏的，那是不是真的？就是说，有的人说这一老戏骨一老演员哈，对着6个角色，那6个角色全是替身，没有一个是真的。第一，我没碰见过这样的事儿。第二，我想说，不能光怪小鲜肉，老戏骨也有不专业的、不敬业的，比比皆是。表现在哪儿？我也有碰见不对戏的，他牛啊。他也是找一替身跟我对戏，我也玩命的想，7情6欲的演的全都在脸上，这种事儿也有啊。不是，现在那个提词儿的特别多，你们拍戏是不是净有提词儿的？你没提？我幸亏没参加过这样的剧组。怎么提？我认这个演艺行业，我认人多了，跟我说提词儿气得我不行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知道吗？说我这演戏哈，那提词儿的是发声的。
发声呢，说我听的都是双声，你看叠着就出来了，那老不停的提词儿，没有人再去背了，因为任务繁重，你要求他背背台词是个功夫，不能说都是这样。不，当然不是都是这样，就有这玩意儿还是认认真真的，有特别认真的，有的因为我认识演员多嘛，他认真的人他就会骂这个事儿嘛，他骂。那有的人呢，是因为现在接戏多，来了就这么会儿功夫；有的人来了以后问什么戏，那导演有的居然跟人说：“你现在注意情绪就行，词儿后配啊，词儿后配。”而且还有导演都不看剧本的，前因后果都不知道的。那怎么就是这段他一样导啊。那怎么弄呢？他看现场就，哎呦，你这头发翘起来了，哎，停，要演导演了，这头发给我梳一梳啊，这头发不行。我演着戏呢，重场戏。我前因后果清清楚楚，导演说我的头发不行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所以别都是众矢之的说小鲜肉，谁给小鲜肉的钱，谁在小鲜肉上真正能得到利益最大化？说。方丈，你现在就是我们4个人当中的小鲜肉。对。没有，但刚才说导演，我想到一个也是猪队友，就当时看朱天文写这个侯孝贤嘛，他拍一场这个剪辫子的戏，是养的这个演员养的真的辫子，几百个人，然后齐刷刷的剪辫子，只能拍1条，然后呢就准备这个演了，然后。各个这个摄像机也开始了，然后正在剪的那一下，然后这个旁边这个记者觉得这一幕太震撼了，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就闪光灯，然后整场戏就不能用，就是这种我觉得是这是典型的猪队友。我告诉你，经常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剧照师也是一堆热血青年，他们不懂啊，不懂来之前没有人教他们规矩。就是我现在说我不想骂小鲜肉，为什么？你们这些大人为什么不教他们规矩？我们那个时候，我入行都没那么先了啊，但是有老师们教我规矩的。我们在拍戏，经常这边就有一个剧照师，咔嚓咔嚓咔嚓在那儿拍，这戏等会儿是剧照重要还是演戏重要？你说他说这个规矩啊，真的，我现在是觉得，就是我过去你知道，就是不当头的时候，比如说只当一个主持人。特简单，快乐。我脾气多，我在那个我们公司是有名的，我20年工作没跟人红过脸，但也甚至有的经理就说文涛脾气好，从来没见过他跟人那个生过气。但是今年以来，从做这个圆桌派以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怎么老是摁不住这个皮火，我骂了好几次人了，你就光这几天，我觉得是不是更年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是因为你知道吗？你开始负责这摊事儿了，是的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些这个不靠，我跟你说，甭说那个什么情商啊，那个什么这那个的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一个人的不靠谱，全队的劳动啊，瞬间化为乌有。你比如说举例子，就是说啊，我们那天要录了一个节目，对吧？但这个节目很重要，就是讲宣传纪律的，谁都不能透露，对吧？谁都不能知道播出前谁都不能讲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这个有些人呐。他就是那种爱炫呐，爱跟人我就发现有些年轻人怎么那么爱。那天我就骂他，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怕发朋友圈啊？剪个片子吧，把没播出的一个东西，给播就来，你看，我说这说了有用吗？怎么一点都没规矩啊？你一个人不靠谱，我们大家伙这么大费劲的，你说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搓火呀？就为什么一定要？但我还想说，这不赖他，赖你啊！你一开始你就没有把规矩说清。说了2遍。哦，你知道这个所以我现在真的发现，我一接触社会，我发现这世界上，人真的你到这会儿才接触社会，接触了2年社会。不是我认为有些人啊，真是蠢到我不能理解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这事儿。我又想起我爸了，我爸一辈子就老跟我们来这个，说你看看，我早就跟你说了吧，文涛你老了，对，我怎么现在发现都给我说中了呢？我跟你说了2次，怎么你就还在这事儿上折了呢？你们都没听马先生的都督，他早就说过了，他现在说都已经累了。对，不是这种事儿是这样啊，就是你生活中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，这是最痛苦的时候。权力是个很痛苦的事儿，你像雍正皇上当了皇上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叫为君难，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，我比你们还难，是吧？那么怎么去管理呢？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。是的，透着咱俩心眼好。这太虚伪了。其实我心眼特脏。我碰到过那老板跟我讲管理经验哈，他说。
你管理的时候，你发现毛病，不能再给机会，给机会就是惩罚自己。他给我讲个例子啊，他说他雇一司机，呢说他出去半个月，回来的时候让这个司机去机场接他，他下了飞机找不着司机了，以后他就问说你哪儿呢？司机说给忘了。他说你在家半个月就接我这一趟，你给忘了。我就净碰这种人。说你干嘛呢？你知道他说干嘛呢？打游戏呢。这不一打游戏彻底忘了吗？但这也是个老实人，说你听着，他你接老板，你再怎么编你也编不出来了吧？说呀，家里谁生病了呀，那不行了，那你得在老板下飞机的时候先接到一个短信，这叫你没忘。老板在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呢，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。好，谢谢。这老板跟我说什么呢？说当时他就气得他一怒之下说给他开了算了，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？就是这司机大概在1礼拜之内给他那奔驰撞得稀巴烂。然后他就跟我说犯坏，不是犯坏，他人还伤了呢。他怎么不是故意，肯定这人就乱了，乱了。他就说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，就你这算队友吗？这不能算队，也能算猪队友是吧？对，不行了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是，一不解决，后面就是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。对，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，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，要跟你工作对接的老是这么一人，那就是柯蓝的选择，我闪你远点吧。但是我现在你看，我还是说这是原来的选择，那时候年轻。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，你就想要么绕开，要不然就事论事，就凑合了。只是说这事儿，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我是屏蔽。我有一个功能，就我不喜欢你这人吧，我完全看不见。看不见，我真有这本事，我视而不见，直接走过去。你有这本事，你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，当然这个我幸好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也是方舟这么大小年龄的，而且一定年轻貌美，所以你救了她。不难看，但是我对不是我就跟你说，签合约做广告是给我钱的，你明白吗？最后拿着合约，他们公司盖一张，签了字，他送到酒店来让我签。你说我要不说咱们这高洁人格之高洁，我最后看，我看最后我说，这个钱多一个0啊！哇，那玩意儿吓得啊！我说咱要照这签，可就是这么多钱了，多10倍啊！你看，我就是说这种马大哈，方舟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是就是说人年轻就容易毛糙呢？我觉得一个容易毛躁，然后我觉得我其实不害怕这种马大哈或者是有点不靠谱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你就忍就行了。我觉得我害怕遇到那种工作中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，或者是很容易就发脾气的那种，我觉得我挺害怕的。你碰见过有人跟你发脾气的？没有，不是跟我发脾气，我当时跟柯兰姐一起录节目嘛，她就是有这个作家写东西，然后演员来演，然后那个因为作家写东西压力确实特别大，他经常就写不出来嘛，然后有一个作家他就写不出来，然后他们摄像机拍了半天，拍了1个小时，一个字都没写出来，然后这个摄像师大概就嘟囔了一句说，这没什么好拍的，然后就撤了。这个作家不高兴，晚上闹到2、3点钟，让这个摄影师和所有工作人员在操场上跑圈儿，就是4、5圈的跑。这哪个牛作家？就是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然后我还记得你们这帮就全都是去劝他什么的，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，然后因为第二天好像也是5、6点钟就要开始拍了嘛，然后闹到2、3点钟，然后走啊，不录了呀，走啊什么的。那这种就大家所有人去劝，这种我觉得比马大哈要恐怖，就是不仅是耽误事儿的事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所以就方舟讲的，咱这个话题要兜回来啊，就是说啊，你还不能歧视那些那个什么呢，一些素质不高的人，因为情绪不稳定，你不能说素质不高。他刚才讲的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碰见猪队友，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，反过来想，会不会我们也是猪队友？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？我一定是，我也是。说出证据来，证据。我情商特别低，如果碰见一个人特别不靠谱，建组大概是就是已经开始进入拍摄状况，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，而且没事什么约喝酒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公然就把这个人的微信就给删了，二杆子了，你就是再也找不着我了，就是我就消失，咱们就事论事来拍戏。
我永远拍戏的时候，我就是有一个宗旨，我是来拍戏的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职业精神。职业，但是就是你，但是所有人都认为，大多数人啊，就觉得这女的太讨厌了，哪来的优越感？是，所以啊，就一个是有互相看偏的这个成分，是的，再有一个我现在就是反躬自省啊，就是说，会不会啊？你比如说有一次我答应一个哥们儿，就是帮人家去主持，就是你知道那是我终生遗憾，就是这个吴清源老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100岁给他过生日。在那个之后没多久，吴清源就过世了，我答应了呢，就是人呢，有的时候就只是当时一惘然，就莫名其妙的就糊弄过忘了。我当时在香港，最后就没去。事后我只跟人道歉，就是挽不回的这种后悔。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概率也可能是谁都有不靠谱的时候。你知道我体验过，就是借题发挥。你这对借题发挥，你知道我体验过。按说我这么坚强的人，对吧？有一次呢，实在是工作安排的太多了，太忙了，就是一天飞一个城市，3、4个城市，我这最后都长了荨麻疹，不是荨麻疹，你那是荨麻疹，我长了那种带状疱疹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到了最后一个活儿是拍一个宣传片，其实咱们不是计较生活待遇的那个人。但是我就发现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一种自我怜悯、自我委屈，一到那儿，我就开始给这个经纪人打电话，就骂大街。我说他不是说5星级酒店吗？这不是招待所。然后赶快，我从来不会挑剔，就是抱怨这个。然后我就觉得都快哭了。其实我后来觉得，实际是这几天以来的这个，然后最后说。哎呀，这个一个打电话到了那个厕所，我说这马桶还是蹲着的，就后来我完全是个怨妇，我觉得其实就是崩溃了，其实就是崩溃了。对你的，如果这个崩溃被人家赶上，人家就觉得你是一个猪队友。对，但有时候确实是猪队友。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，那时候我好多年，我年轻的时候在出版社，我年轻时候酷爱摄影，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摄影机。我买那最好的马米亚，那当时日本最好的相机，我跟那个出版社社长巧舌如簧，跟他做了2礼拜的工作，他终于同意我买一个。那时候能报销，那时候我记得好像2万多块钱，很贵了。那相机我买的，尽管是出版社的，但是我买的就我用，别人我不让用。不让用呢，我们那美编就天天他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拿这玩意儿照相。结果我们就出门了。出门那时候开笔会，就是全是作家，去30多个作家，在安徽。那时候你知道照一彩卷是天大的事儿，得那个总编辑批什么乱七八糟弄好多事儿，主要照的都是黑白照片。结果买了个彩卷，他拿着彩卷拿着相机去给这30多个作家，在一个特恶心的一块石头上，因为要。黄山呐，什么乱七八糟都选好了每个人站上去，30多个人，依次一人照一张，得36张没，36张，还有我呢，到这儿没了，崩溃了，没了有您呢拿来在中国图片社去冲去，后来他弄都是他管了，我就不管了。后来隔2天我看他在那上班他自个儿对着他的桌子，拿着手当枪，啪啪啪的一上午的，我说干嘛呢这儿？我过去，我说你什么意思？终于拉着脸跟我说我问你个事儿。我说什么事儿？说你看他把胶卷扔给我，胶卷是白的，什么都没有没有，这36个人没有，就是一白卷。他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他就问我说这怎么回事？我说你那个卷没挂上，这胶卷搁着你拉过来挂上去，得一个一个掰一下照一下，那个是不是？啪，一下就没挂上，没挂上一下，他掰一下照一下，掰一下照一下，你全是白照嘛？那卷在这一侧呢，你又拿去给冲了，一冲可不是都透明的吗？你说这不是猪队友是什么？问题是那30多个作家不开眼，天天写信催我的照片呢。